我是林浩，做水产收购5年了。3天前我收到暴雨红色预警，清塘村地势低压，一旦暴雨，虾塘必然漫坝，活虾全跑光。我急忙赶来想提前收虾，减少村民损失。可大部分村民觉得我是趁灾压价，只有少数老熟人知道我从不说假话。乡亲们，暴雨真的马上就要来了，这虾塘肯定得漫坝，到时候虾全跑光，大家伙这1年的辛苦就全白费了。真有你说的那么邪乎？那你打算多少钱收？规格不够大的或者活力稍差的虾，18块1斤。18块，上次隔壁村给我20，我都没去，这差太多了。低于25，我家绝对不卖。就是，而且再过几天虾就要脱壳长大了，还能卖更高的价。谁知道你说的暴雨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不行，你找别家收去，我家也不卖。请大家伙相信我，你们看，气象台已经发了红色预警，咱们这里是重点防范区域。别吵了，林老板这几年收咱们的虾，什么时候缺过斤短两？什么时候压过价？去年虾价跌到谷底，是他按12块收的，不然咱们全村都得赔本。18块太少了，乡亲们不要信他，林浩他就是想趁灾赚黑心钱，他整整吃了我们40多的利润。乡亲们，我打听过了，咱们村的清水小龙虾在市里的高端餐厅能卖60块1斤。你们想想，他林浩从中间捞了多大一笔？你们确定要卖给这个奸商吗？什么卖60？他只给我们18，难怪催着我们把虾都卖给他。什么暴雨来了？我看就是他低价收虾的借口。乡亲们，他低价收了我们多少次虾了？让他把吃的钱吐出来，不然我们不卖了。对，我们不卖了，退钱。乡亲们，听我说，虾收走后要经过机器分拣、暂养、重养运输，再送到批发市场。这期间的设备损耗和人工成本就已经很多了，最后也就卖到30、10块1斤，并不是60块。还说没赚我们黑心钱，1斤差10来块，10吨就是几十万，他收一次货就能赚我们几十万。都闭嘴！你们懂个屁！60块是餐厅端上桌的价格，收购价能一样吗？去年我儿子在饭店打工，一盘小龙虾卖100多，那时候收购价才8块。就算你说的下大雨是真的，那你也不能差这么多来收啊！乡亲们，这暴雨根本就下不到咱们这儿，你们看看，降雨概率只有30%，小得很。先把赚那么多年的黑心钱退回来！退钱，快退钱！乡亲们，大家听我说，气象局说了，暴雨红色预警覆盖周边所有县市，特别点了我们清塘村，是最有可能降下特大暴雨的乡镇。所以乡亲们，咱们得赶紧把虾收了。大家伙都听到了吗？他自己都说可能会下，万一不下，他这么一收不是赚翻了吗？这太阳现在这么大，哪来的暴雨？大家别急着卖，我们一起等虾长大了卖高价。乡亲们，如果暴雨没来，我林浩会补贴给你们大虾的价格，保证不让大家吃亏。不行，你快把之前的差价退给我们，不然别想在我们这里拿虾。张婶儿，别胡闹，林老板都答应补差价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真等暴雨来了，虾全跑了，你哭都来不及。老周，你别被他骗了，他就是想赚咱们的钱。好，既然你们说我赚黑心钱，那我就把账算清楚。去年邻村的虾，批发商给多少钱1斤？我不记得了。你不记得，我来替你回答。最高12块，大部分8到10块。我给咱们清塘村的18块，是不是事实？是，千真万确。去年要不是林老板，我家那塘虾就得烂在水里。我再问你，这是我给隔壁张家村的收购合同，我给他们的价格是16块5，给咱们清塘村，我多给了1块5。这黑心钱我到底有没有赚？我林浩对得起清塘村每一位乡亲，我赚的钱是我开拓渠道、承担风险、通宵达日换来的。我多给你们1块5的收购价，你们是怎么对我的？行了，少在这里装可怜。你在城里卖30、401斤，赚那么多黑心钱，赶紧把差价退给我们吧。差价我没法退，那些少的可怜的利润，都在营销和冷库运输链里了，这才能在今年行情不好的时候，依旧能给你们18的收购价。不退差价，那以后就没得谈了。我们把虾卖给别人。就应该这样，我们应该货比3家再卖。你们要是想卖高价，等虾长大了，我去联系直播平台搞原产地直播。你说的轻松，10吨活虾送到市区，你知道需要多少冷链运输费，多少增养设备损耗吗？我早就调查清楚了，
你少在这危言耸听，这些根本花不几个钱。我直播卖货，肯定不会像林浩这样坑大家钱。雅雅，直播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去年隔壁王村搞直播，货发出去一半死了，赔了10几万。老周叔，你别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去年隔壁村是靠2道贩子才亏了这么多，我联系的又不是2道贩子，肯定能带着大家赚大钱。你们是听他的，等着直播高价来卖，还是现在卖给我，少亏个几万块钱，你们自己做决定吧。我才不卖给你！雅雅是村长的女儿，她爸为咱村做出这么多年的贡献，实实在在为大家好，而你只是个2道贩子。而且再过10天，虾长大了，卖出的高价可是比现在卖要多好几倍。乡亲们，别听他危言耸听，暴雨根本不会来。你们看这天，乌云都压过来了，真的要下雨了。听林老板一句劝吧。我看着这些曾经把我当亲人。林老板，你别生气，他们都是被猪油蒙了心，我信你。我家那2吨虾现在就卖给你。老周叔，谢谢你。但现在天快黑了，装车来不及了。明天一早，我让车过来拉你的虾。林老板，我家也有1吨虾，能不能也卖给你？我刚才是被他们带偏了。李叔，你别上当，等虾长大了能卖60呢。我老了，赌不起，还是落袋为安吧。浩哥，我们本想趁暴雨前还能再出一批虾，现在他们都跑了，那等在村口的2辆冷链车怎么办？暴雨马上就要来了，先让1辆车回去，另1辆留下。明天一早拉老周叔和李叔的虾，他们不卖，有的是人卖。乡亲们，我早就托关系在某音上给咱弄了个生鲜旗舰店，只要那个深山清水小龙虾的噱头一搞，价格肯定很多人疯抢。到时候等虾长大了，咱们一直播，那钱可是飞到我们眼前啊！太好了，这下咱们的虾有救了！雅雅，还是你有办法，快，我们现在就上链接。买家已付款，买家已付款，买家已付款。看，真的有人拍了，才刚发布就卖出去了100多斤，已经60块1斤了啊！还是你有办法，这下好了，我们大家都能挣大钱了。刚刚的林浩才给我们1斤18块，结果链接一挂，61斤都被疯抢。对呀，他就是打着暴雨来了的幌子骗我们收地价，要是真卖给了他，我们今天就亏大了。刚刚只是第一步，我等下会多开几个账号一起上，到时候我再找冷链物流合作，再请些网红带货，咱们销量不得好几万斤啊！离开了青塘村，我驱车来到邻村龙湾村。今年的小龙虾丰收，供大于求，价格跌到了谷底。我心里一直惦记着青塘村的情况，希望我的预警是错的。林老板，你怎么到我们村来了？我就是来收虾的，你们村还有多少要卖？那太好了，还有上百吨要卖。老陈，快带着你家那口子和隔壁老王老李到村口来，请。我这就叫上虾农们带你去看我们的虾塘。我一家家的看过去，今年的虾价确实便宜，周边几个村养的也多，早已供大于求。之前有几个2道贩子来看虾，竟然把价格压到5块1斤才肯收。5块钱1斤，我只知道今年收购价低，却没想到居然跌到了这个地步。不知道青塘村那些村民现在怎么样了？老周叔和李叔的虾应该已经装车了吧？我心里五味杂陈，既希望暴雨不要来，又怕他们真的因为不听劝而遭受灭顶之灾。接下来我们很顺利地和龙湾村的虾农们谈好了合作，以20块1斤的价格收购他们塘里的1级清水虾，而那些规格稍小、活力一般的虾，他们也因为暴雨的原因怕全跑光，愿意以12块1斤的价格卖给我。郑村长，这是昨天送去检验的报告，完全合格，赶紧带着虾农们捞虾装车吧。林老板，多谢你，有了这笔钱，
我孙子的先天性心脏病，就有钱去市里做手术了。您客气了，你们这儿的虾品质好，就该卖这么多。谢谢。林老板，一会儿留下来吃个便饭吧。要不是你，我们这些虾都得赔在塘里。林老板，这20块的价钱，你还有赚头吗？其实能卖上15块，我都很高兴了。什么？鲍鱼提前来了？你和李叔的虾装完了吗？刚装完一半，鱼太大了，堤坝快撑不住了。别管虾了，先带人撤到安全的地方，我马上过去。郑村长，青塘村出事了，我得过去看看。这边的装车交给阿泽。周总，你看，这都是我们村里今年的清水虾，还有一批10天后就完全长大了。我们全村有50多吨货，能保证稳定供货。品相还行，但现在市面上清水虾的供应很足，你这相比较起来没多大优势。我这边可是1个村的量，能不停的供货，我们这货能给你们冲很多量，我可以先签10万斤的预售合同。可以，没问题。10万斤的话，坑位费给你打个折，收2万。好的。但是售后我们不管，如果你的货有问题，不仅要假1赔10，还要赔上我们的形象损失费和赔偿金。如果不能按时发货，按货款3倍赔偿。可以啊。那我们今天先签合同，后天先发1000斤试水，剩下的10天内发完。好的，谢谢周总。丫丫，不好了，下暴雨了，堤坝垮了，虾全跑了。怎么办啊？虾全没了，我们的订单怎么办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刚签了10万斤的预售合同，不能按时发货，要赔3倍。10万斤，3倍赔偿，那得多少钱啊？我们哪赔得起啊？都怪你，非要搞什么直播。要是当初卖给林老板，我们也不会落到这个下场。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，当务之急是想想怎么解决问题。幸好我和老周叔把虾卖给林老板了，不然我也得赔光。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啊？我当初要是听林老板的话就好了。大家别慌，合同是我签的，责任我来担。我就是砸锅卖铁，也会把违约金赔上。傻孩子，50万的违约金，你砸锅卖铁也赔不起呀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林老板帮忙，只有他有能力帮我们。我的虾呀！我的虾呀！我的虾养了3个月的虾全跑光了。老周叔，幸好你提醒我，不然我也得跟他们一样。哎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看着他们这样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怎么会这样？暴雨真的来了，10万斤，我拿什么赔啊？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害了大家。雅雅，不怪你，你也是想帮我们多赚点钱，是我们自己贪心不听劝。是啊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不能怪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大家，是我不懂装懂害了你们。我都听说了，老周叔已经把情况都告诉我了。林老板，对不起，我们当初不该怀疑你，更不该骂你是奸商，是我们错了。林老板，对不起，是我们错了。大家别这样，天灾无情，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儿。林老板，现在村民们不仅血本无归，还背上了巨额违约金，你能不能帮帮他们？只有你能救他们了。林大哥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要罚就罚我一个人，不要连累乡亲们。我来之前已经想过了，大家都是乡里乡亲，我不能看着你们不管。但是这次的教训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
陈雅，这是平台发来的律师函，浩哥已经帮你联系了律师。律师说暴雨属于不可抗力，违约金可以协商减免。至于大家的损失，我会出资帮大家重建虾塘，但是有几个条件，我必须提前说清楚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做生意要脚踏实地，不要好高骛远，你偏不听。现在好了，全村都跟着你遭殃。爸，我知道错了，可是现在该怎么办？平台那边催着要钱，村民们的损失也……陈村长，我们家就指着那塘虾翻身了，现在全完了，还欠着饲料店的账，这可怎么过呀？村长，你是咱们村的主心骨，你得想想办法啊。事到如今，只有一个办法，跟着林浩干。他刚才已经说了，愿意出资帮我们重建虾塘，还提供技术和销路。林老板真的愿意帮我们，他走的时候说过不会再管我们的事。林老板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他要是真的不管，就不会冒着大雨赶过来了。我已经和林老板谈过了，他愿意和我们村合作，成立合作社，统一管理、统一养殖、统一销售，这样不仅能降低风险，还能提高收益。爸，我也想加入合作社，我去学电商运营，帮大家在网上卖虾。这次我一定好好学习，再也不瞎胡闹了。他们来了，让他们过来吧。林老板，我代表全村乡亲向你赔罪，也向你道谢。谢谢你不计前嫌，愿意帮我们。陈村长，别这么说，大家都是为了过上好日子，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们往前看。林老板，我们不是人，我们当初不该那样对你，你大人有大量，还愿意帮我们，我们这辈子都忘不了你的恩情。林老板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以后我们一定听你的话，好好干。林大哥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不懂装懂，误导大家。我已经报了电商运营培训班，等我学成了，一定好好帮大家卖虾，弥补我的过错。好，我相信你们，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我们一定能把青塘村的虾产业做起来。这次的灾难对大家来说是一次惨痛的教训，但也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只有大家团结起来，才能战胜困难，走向富裕。这是你的合作社合作协议，你们看一下。我出资帮助青塘村重建虾塘，按照我这里的标准，加高堤坝，建防涝系统。同时，我提供优质虾苗和饲料，派人指导你们科学养殖。但是有几个条件：第一，所有重建虾塘必须符合我的标准，我要派人监工；第二，养殖技术和用药必须按我的规程来，不能用违禁药；第三，虾收获后必须优先卖给合作社，价格随行就市，不会亏待你们。那我们能挣到钱吗？只要你们严格按照标准去做，我保证每亩收益比你们以前翻一番，而且我会和你们签保底价协议，市场价如果低于成本，我按保底价收，不让大家亏本。林老板，你这是在救我们的命啊！我们还以为你再也不会管我们了。我当初离开青塘村的时候，确实心寒了，但看到你们遭灾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大家都是乡里乡亲，我林浩不是那种睚眦必报的人，但是信任只有一次。这次如果你们再耍小心眼儿，就别怪我翻脸无情。林老板，你放心，我代表全村向你保证，以后青塘村要是再有一个人说你的不是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他。我们一定跟着你好好干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阿泽，拿合同来。陈村长，合作的事谈妥了，但还有一件事必须解决。陈雅和平台的那份合同，50万的违约金，加上村民们的前期损失，如果不妥善处理，会影响重建。林大哥，合同是我签的，我自己承担。你承担得起吗？50万不是小数目，而且你当时和平台签合约时有没有虚假宣传，比如夸大产量或者隐瞒了暴雨风险？我说我们村货源稳定，不会断货，其他的没多想。这就是问题，在明知有灾害预警的情况下，你依然承诺稳定供货，这确实有不妥之处。但暴雨属于不可抗力，根据法律规定，
违约金是可以协商减免的。林老板，那怎么办？雅雅还年轻，不能因为这件事毁了一辈子啊！我认识一位专门处理电商纠纷的律师，姓高，经验很丰富。你们带着合同去找他，把所有情况如实说明。我已经和他打过招呼了，他会尽力帮你们的。林大哥，谢谢你，我那么对你，你还愿意帮我？我不是帮你，我是帮青塘村。如果你背上巨额债务，你们家垮了，青塘村的重建也会受影响。但你记住，这次是给你一个教训，以后做生意，诚信比什么都重要。我记住了，我一辈子都记住。来，大家歇一歇，喝碗凉茶。林老板，你也来一碗，大热天的，别中暑了。张婶儿，这堤坝再有1星期就能完工，等虾苗放下去，只要管理得当，年底就能见到收益。那干才好，林老板，我们现在都信你，你说怎么干，我们就怎么干。可不是嘛，以前我们不懂技术，瞎养，1亩才产200来斤。现在林老板教我们种草、调水、科学投喂。我听说龙湾村那边亩产都突破500斤了，那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养殖这行3分靠技术，7分靠管理，只要肯下功夫，都会有回报。林大哥，爸，好消息，高律师帮我跟平台谈妥了。平台承认合同里有不合理条款，而且他们也核实了鲍鱼属于不可抗力。最后协商下来，违约金减免到5万块，而且可以分期付。很好，这个结果不错。5万块买个教训，值。以后做事多动脑子，别总想着一夜暴富。林大哥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去报个电商运营培训班，好好学习。等咱们村的新虾上市，我要用合法合规的方式，真正帮大家把虾卖好。好，这才是我陈建国的女儿。林总，最近外省大量低价虾涌入市场，价格被压得很厉害，我们批发市场的出货价一直往下掉，再这样下去要亏本啊！阿泽，马上查一下最近全国主要水产市场的价格走势，还有我们仓库里的虾还有多少库存？浩哥，自从上个月南方几个大养殖基地集中出货，市场价已经跌了20%。我们按原来的价格收，加上暂养成本，现在卖一车亏一车。龙湾村那边的虾农还等着我们去收虾呢。不能在批发市场一棵树上吊死。我们要2条腿走路。第一，开发深加工产品，做熟食小龙虾、虾仁，延长产业链。第二，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，通过直播和社区团购直接对接消费者。品牌？浩哥，我们是做收购批发的，从来没做过品牌啊。就叫青蓝虾业。我们承包了虾塘，从源头控制品质，完全可以打产地直供鲜活直达的牌子。你还记得陈雅吗？他上次就说要学电商，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。我明白了，让陈雅来负责线上销售，她有教训，以后做事会更谨慎。这样既能帮青塘村解决销路，又能把我们的品牌打出去。对，通知陈雅明天来开会。我们不仅要养好虾，还要卖出好价钱。我研究过现在的生鲜直播，头部主播坑位费太高，不划算。我们可以做品牌自播，就在虾塘边直播，展示捞虾、分拣、打包全过程，主打从塘口到餐桌最快24小时，这样成本低，而且真实感强，消费者信任度高。这个思路对，我们不做一锤子买卖，要做复购率，品质和诚信是第一位的。每一单发货前必须严格质检，死虾包赔。直播卖货是好，可是我们都是大老粗，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，怕搞砸了。郑叔，不用花哨，就您这样的朴实老农，对着镜头说说平时怎么养虾，这虾吃的是什么，反而更让人相信。我到时候帮您串场就行。对，我们就做透明养殖。把我们的标准化流程、水质监测报告、药残检测报告全部公开。现在消费者最关心食品安全，我们要用透明建立信任。浩哥，我们还可以做认养一塘虾的活动，让城里人认养我们的虾塘，
我们定期直播虾的生长情况，等到收获的时候，把最新鲜的虾寄给他们，这样不光卖了产品，还卖了体验。好主意，阿泽这个提议很有商业价值，我们抓紧细化方案，争取下个月就启动。陈雅，线上运营交给你，阿泽负责物流和品控，我协调资金和渠道。各位家人们，大家看，这就是我们青蓝虾业的清水小龙虾，刚刚从塘里捞上来的。我们这里的水源是山泉水，虾是吃黄豆和玉米长大的，绝对没有激素和抗生素。现在我让郑叔给大家展示一下。老铁们，这虾呀，肚子白白的，鳃也干净，你们看这肉，多紧实。我们林老板说了，不合格的虾一只都不准放。浩哥，开播才半小时，已经出了1000多单了，复购率也上来了，很多都是回头客。很好，通知打包车间加派人手，必须保证今天所有订单都发出去，冷链车随时待命。家人们，这是国家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，我们虾的重金属和药残全部合格，大家放心吃。今天下单，我们还送独家秘制虾酱1份。林大哥，出事儿了！昨天发往上海的一批货，有顾客反映收到后发现部分虾是死的，而且斤两不足。在评论区发了照片，现在很多人在直播间带节奏，说我们以次充好。马上联系那个顾客，全额退款，并双倍赔偿。同时，把那一批次的发货记录调出来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浩哥，是昨天下午最后一批货，打包组长是新来的小刘，他为了赶时间，没有严格合重。而且部分包装的氧气袋没充够。第一，立刻在直播间公开道歉，不找借口，承认我们的管理失误，承诺整改。第二，小刘违反操作流程，立即停职培训，考核通过才能再上岗。第三，从现在起，每一单出货前必须由质监员签字，我亲自抽查。各位家人们，这次死虾事件完全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向所有受损失的顾客道歉。所有问题订单，我们无条件退款赔偿。林总说了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升级品控流程，欢迎大家监督。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，这个教训来得很及时，它让我们清醒，走得快不如走得稳。青蓝虾业从一间小小的水产收购站，发展成今天拥有1000亩标准化养殖基地、日加工能力50吨的现代化企业。这离不开林浩林总的远见卓识，也离不开各位乡亲的辛勤付出。现在，请林总致辞。3年前，我在青塘村被误解、被驱赶，但一场暴雨让我们看清了彼此的真心。如今看着台下这些曾经有过矛盾又最终并肩奋斗的乡亲，我只想说，团结和信任才是最宝贵的财富。感谢大家。青蓝虾业不是我林浩一个人的，它是龙湾村和青塘村所有人的。我们经历过灾难，经历过误解，但最终我们选择了信任和合作。未来我们要把青蓝虾业做成全国知名的品牌，让更多人吃到我们安全、健康、美味的小龙虾。同时，我也要宣布一个重要决定：从今年起，青蓝虾业每年拿出利润的10%，成立青蓝助农基金，专门帮助那些想靠水产养殖致富但缺乏资金和技术的人。我们不求回报，只求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。林总，各位股东，最近国际水产市场波动很大，出口订单减少了40%。但好消息是，国内市场对高品质预制菜的需求激增。我们新建的即食小龙虾生产线，上个月试产的产品，在多个电商平台试销，复购率达到35%，远超预期。我们的冷链物流体系已经覆盖全国主要城市，次日达率超过80%。但是随着规模扩大，养殖基地的环保压力也越来越大。部分老塘的伪污水处理不达标，县环保局已经下了整改通知。林总，环保投入可不是小数目，一套先进的循环处理系统，少说要几百万，这会影响我们今年的利润分红啊。环保是大势所趋，也是企业责任，这笔钱必须花，而且不能等。阿泽，你联系省里的水产研究所，请专家来给我们设计一套经济实用的伪护式处理方案。我们既要金山银山，更要绿水青山。至于股东们的短期利益，我会通过开拓新市场来弥补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我有信心。
现在消费者很看重企业的环保理念，我们把环保做起来，就是最好的品牌广告。有请青蓝虾业董事长兼总经理林浩先生上台领奖。这一刻，我想起了5年前那个暴雨前夕，我在青塘村苦口婆心劝说村民的场景。如果当时我选择放弃，选择永远不再回头，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青蓝虾业。理解和包容，比指责和报复更有力量。林总，恭喜你！我这心里啊，真是又高兴又惭愧。当年我们那么对你，你不但不记仇，还带着我们过上了好日子。张婶儿，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。你看现在，咱们青塘村家家盖了新房，买了汽车，这不比什么都强吗？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日子会越来越好。林总，你放心。我张婶以后铁了心跟着你干，谁要是敢说青蓝虾业半个不字儿，我第一个跟他急。林总，这位是县司法局的小高同志，他来找您谈一个公益项目。我们市法局正在推动法律进乡村活动，想邀请您作为企业家代表，参与我们的乡村法治带头人计划，主要是希望借助您的企业平台，向周边农户普及合作法、电商法等法律知识，避免他们再像过去那样因为不懂法而吃亏。这是好事儿啊！说实话，当年我和村民的矛盾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等和法律意识淡薄。如果大家早点懂得看合同、信预警，很多悲剧都能避免。我愿意全力配合。林总，我也可以当志愿者。我那5万块违约金的教训，就是活生生的普法案例。我之前在直播间分享过这段经历，很多网友都说受到启发。那太好了，我们的计划是先在青塘和龙湾2个村试点，定期举办法律讲座，设立法律群据点。林总这边可以结合实际案例，给农户们讲讲如何规避合同陷阱，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公司每年再拨出一笔专项经费，为合作的养殖户购买合同履约保证保险，万一再遇到天灾或市场变动，他们的损失能降到最低。这也算是一种法律风险防范措施。林总考虑的太周到了，这样农户的积极性会更高。林总，这个青蓝1号杂交品种不仅抗病能力强，肉质更鲜美，而且对水质要求不高，非常适合大面积推广。最关键的是，它的壳薄肉多，出肉率比普通小龙虾高15%。太好了！如果这个品种能推广开，我们就能在众多竞品中脱颖而出，市场价值至少提升30%。浩哥，如果全面更换品种，前期投入需要至少800万，包括新虾苗购买、塘口改造和技术培训。但是按照目前的行情，大概1年半就能收回成本，之后就是纯赚。干！阿泽，你立刻制定推广计划。我们要在青塘和龙湾各划出500亩塘作为示范点，免费为农户提供新虾苗和技术，但回收价提高5块钱，确保他们有钱赚。我们要用科技带动整个产业升级。林总让养啥咱就养啥，跟着林总准没错。各位乡亲，今天是我们青蓝虾业成立3周年的日子，也是我们的青蓝1号新品种获得大丰收的日子。这第一杯酒，我敬大家，感谢大家这些年来的信任和支持。谢谢林总。家人们，看看我们青蓝大家庭的摆桌虾宴，想吃吗？今天直播间下单全部8折。林总，我是个直肠子，不会说话。当年我骂过你，是我不对。今天我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赔罪，也向你道谢。没有你，我们一家老小现在不知道在哪儿喝西北风呢。张少，别这么说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不说两家话。只要咱们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青蓝的明天会更好。
商部总销售额突破2个亿，同比增长67%。我们直播间入选了平台10大标杆商家。我们的冷链物流体系已经实现全国地级市全覆盖，损耗率降到了3%以下。龙湾村人均年收入突破了8万元，比5年前翻了10倍。清塘村也是，大家不仅还清了债，家家户户还有了存款。现在外村的姑娘都抢着嫁到我们村来。成绩属于过去，未来还有更长的路。我决定，从明年开始，我们启动青蓝乡村人才培养计划，每年选送20名优秀员工和养殖户去大学进修，学费公司全包。我们要培养更多懂技术、会管理、善经营的新型农民。林总，我是来专门谢您的。当年我孙子手术，是您收了我家那批急等用钱的虾。他知道您是我们家的大恩人，特地画了一幅画送给您。这份礼物比什么奖杯都珍贵。林大哥又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如果当初那场暴雨没来，我们的人生会是什么样？或许我一直会被误解，你可能还在做着不切实际的发财梦，村民们可能还在为了几毛钱的差价斤斤计较。那场暴雨对我们来说是天灾，但也许也是个转折。它让我们看清了自己的局限，也看清了谁是真正值得信任的人。是啊，所以我有时候觉得，最大的敌人不是天灾，也不是市场，而是我们内心的狭隘和贪婪。只有战胜了这些，才能真正走得长远。林大哥，你知道村里人现在私下叫你什么吗？什么？大家现在都叫你领路人，说你是咱们这一代真正的致富带头人，不仅带大家赚钱，还教大家怎么堂堂正正做事。我可担不起这么高的评价，只是个普通人。我只是相信，你播下善意的种子，就会收获希望的果实。